好的，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一下足部的前置处理操作。那么据我所知，有很多美甲师不是特别愿意去做足部的生意，但其实如果你能把足部做得比较好的话，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价格提升。这一点的话是很多美甲师自己没有愿意去尝试。如果你能把脚的生意做起来，其实你店铺的粘性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所谓的店铺当中的差异化，其实足部也可以作为一个制胜的法宝。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足部的前置处理操作所需要做的注意事项。首先呢，先把脚趾的本甲形状修成方形，那么指尖的这个直线呢，是我们大拇指的后甲廓是形成平行直线，所以搓条的摆放是与指尖直线形成平行的。然后再带一下甲沟直线，让我们的指甲的侧线位置是延伸出去的，因为有一些脚趾它是有点下钩的生长，所以说侧线也是需要带一下的，不至于看起来整个指甲偏下钩。那么脚趾的修行呢，没有过多的讲究，就是指尖直线修成平的，修成直的，然后两个侧线把它带直，不要下钩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平时修脚趾的操作案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脚趾不要把它修成圆形，脚趾就只有这一种形状，就是方形的。方形的甲型还可以有效的避免甲沟炎和嵌甲的这种情况出现。好的，以上呢就是修甲型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依次把脚趾全部修成方形。接下来我们来开边，那么脚趾的开边建议大家用钢推，现在用到的是万能的圈口推。那么这个圈形的钢推它是比较万能的，就是任何的死皮它都能推得起来，所以说不要看它小，它真的是各种死皮，手上的死皮、厚的死皮、薄的死皮、贴得紧的死皮都可以用它来推。开边的主要目的呢是推松甲上皮，那么甲上皮只要推松于甲面就可以了，甲面上留的那些白色干皮不是钢推的工作，后面我们会有打磨头专门处理那些甲面上的死皮，所以现在这一步只要把甲上皮推松就可以。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在使用钢推的时候，大家能够感觉到我们能够用得上劲儿，是因为这个钢推它的杆子是比较偏粗的，是专门定制的适手型的，所以无论是手还是脚，比较适手和能够握得住的这个杆子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上目前的杆子都是偏细的钢推。接下来我们来使用三角圆锥蓝标的来去打磨我们的甲廓立面。它的头是比较偏圆形的，所以说它再去打甲沟也好，拐点也好，还有后甲廓也好，可以使我们的甲廓能够立得起来，然后不会出现这个打破的情况。我们之前上节课有看到一个是尖锥形，对不对？尖锥形它更适合于做开边也好，或者是夹缝处的打磨也好，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两个可以结合来用。那么今天因为我们用了钢推去推死皮，这个死皮它是比较黏的短死皮，所以我们用钢推推起来会更方便。用这个打磨头的话，我们可以连同整个甲面非常爽气的全部打起来。甲面上刚刚是不是我们看到有一些碎皮，对不对？这个碎皮可以随着我们的打磨头的侧面做叠加的操作方式，又把我们的立面打起来了，又把我们拐点左右两边的碎屑全部甲面一起清理掉。所以这个打磨头它的排屑力也好，整个面积也好，过的范围也好，都是比较大的。面的网课当中我们有讲过，任何一个打磨头都不可以用尖尖作为着力。那么同样，三角圆锥它的着力点也是在尖尖的侧面，由于它的头顶是圆的，它在去打甲廓的时候，即便是尖尖的位置触碰到甲廓也不容易产生损伤。因此我们在脚趾的立面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头顶稍微大一点点的圆形进行操作。像上面一个案例我们用到的是圆顶的胖缩头，对不对？那么如果做脚趾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用三角圆锥的打磨头做整个大面积的打磨，速度相对来说会更快一些。我们手指操作相同，每次在打磨立面和拐点的时候，我们是以外扩走短线走叠加滑半圆的形式外扩式打磨。甲沟的时候只要拉直线就可以了。那么三角圆锥在打磨的过程中，它可以非常好的让我们的甲沟处扩得更大，立面扩得更高，所以就不需要专门再有一个动作去打立面了，因为它做完的时候已经是立面起来的状态了。同学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手部的这些打磨头去做足部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作为顾客的标准卫生化管理，手部和脚部一定要分开，这是一定要做的，就是哪怕你要用同一个手部的型号去做脚，也要手脚分开，这是我们作为美甲店标准卫生化管理的基础条件，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脚趾它本身是偏平的，所以我们在操作脚趾的时候需要用的是这种就是打磨头是直线的侧线去打磨，手在进行打磨脚趾的时候会更加的顺畅和不别手。像我们的脚是没有办法进行旋转的，对吧？
它没有办法像手心朝上，那么我们的脚心是没有办法朝上的，所以说我们在去做脚趾的时候只能左右两边去旋转。那么像这样子同一个转向从头做到尾的话，用这种侧线式直线锥形的打磨头，那么做起来就比较顺畅了，基本上可以达到一遍走完就相对平滑了。那么我们反向再旋转一下，可以保证左右两边的拐点可以同样都打得比较大，立面会比较开，也不会出现说一边高一边低的拐点状态。更重要的是，口袋里面有一些死皮或者是碎屑，它的生长方向是单向生长的。什么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你左旋转打它不一定能打得掉，但是你右旋转去打它你就能打得掉。所以正反两个方向去打磨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口袋立面更加干净，在不去探身的情况下，立面变得更高。因此呢，在开边之后使用的第一个三角圆锥打磨头就可以一步到位的把立面打起来，左右两边拐点全部都撑开，并且把甲沟都释放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快速和方便的足部使用的打磨头。那么它用完了之后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你会发现大脚趾的左右两边拐点可能会存在一些深处的夹层皮和甲沟白线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使用另外一个打磨头进行细节的处理。甲沟、甲廓、拐点深处细节处理之前呢，我们需要剪裁一下死皮。那么只有把死皮剪掉，口袋释放出来，我们才能看到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我们现在先用弯剪去剪掉死皮，因为脚趾头它是没有办法旋转比较大的角度的，所以我们再去剪死皮的时候使用的弯剪，尽量选择弯剪的弧度越弯效果就越好。在剪裁拐点的时候就不容易出现因为手臂摆不过来而出现的抬高过多的手臂的情况。脚趾的左边拐点够不着的话，我们还可以反向操作，把拐点的位置给剪掉这个是因情况而定，自己看情况。那么剪完死皮之后，我们就能够发现左右两边拐点就会有明显的这个甲沟白线。处理甲沟白线和拐点的夹层皮，我们用到的是三角尖锥头。那么三角尖锥头由于它的头部比圆锥头看起来更加的尖，所以它更适合夹缝处的打磨。记得我们那个小缩头吗？对吧？迷你小缩头适合手指，那么甲沟白线的打磨用这种侧线是直线的小锥头去做打磨会更加的方便。它同样也是顺着我们的夹缝处去打磨，因为夹层皮也好，甲沟白线也好，就是在夹缝处。这一步打磨需要非常注意的是不要去打立面，因为立面刚刚已经比较相对平滑了，它主要是看哪里有碎屑，哪里有夹层皮，只打夹缝处的夹层皮和碎屑。注意了，不要往里面探深，因为刚刚的宽度高度已经确定好了，如果你这一步进行探深的话，你会发现你打出来更多的碎屑，那么你就不平滑了，因为前面那一步已经打平滑了，我们这一步只需要去打夹缝处的碎屑还有夹层皮。注意是不要探深，只在刚刚打的范围内去进行打磨，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后面用的打磨头超过了原来使用的打磨范围的话，就会出现新的皮屑，那么你就会发现你越打越多，而且变得不平滑。后面的脚趾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有甲沟白线我们就做，没有甲沟白线就可以不用做了，因为刚刚的三角圆锥头已经打的立面相对平滑了，这一步我们是选择性操作。接着呢，我们就是打磨刀口了，然后前置处理液管理涂上去，涂到脚趾上面，让它微潮的状态下，我们来打磨刀口。这次我们选的打磨刀口的打磨头是 2.6 毫米的小圆头，脚趾我们给大家配的是 2.6 毫米的粉标，粉标就是市场上的红标。在同样都是粉标的情况下，面积越大它的排屑力就越强，所以说蓝标的三角圆锥搭配的是粉标的4毫米的圆头，它会比较大的圆头排屑力更强，在同一个色标的情况下。那么粉标的三角圆锥我们搭配的是粉标的 2.6 毫米的小圆头。足部的皮肤刀口打磨的话，建议大家用红标，黄标的排屑力太温柔，打磨特别薄的情况下还可以，但是足部建议大家用粉标来操作。转速呢是2万到25000转，我们用粉标先过一下能够看得到的一些碎皮然后看它的排屑力还是非常强的，对于这个刚刚打磨过的边缘的这些碎皮屑也是可以打得掉的。当你觉得排屑力不足的时候，还可以再加一点点前置处理液，增加它的打磨头皮肤的阻力。然后还是一样的，找毛边，毛边先找出来之后再去打磨这个刀口。如果你发现在打磨的过程中不起沙，有可能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前置处理液太干了它不起沙，一个就是前置处理液太湿了，我们前置处理液的状态一定是微潮的状态。再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一些碎屑把这个碎屑打掉。
粉标为什么大家建议粉标？看到了没有？它的排血力是非常强的，周围指尖的位置、两侧的位置都可以进行打磨。左边的拐点比右边的拐点容易出血，老规矩也是朝外的，先去打出我们的毛边，然后再把毛边打掉这点要注意。拐点的位置不能一次性打掉，它是走短线，先去找到毛边，再纵向打掉刀口。同样的他们打刀口都是先去围绕着立面的边缘去把毛边找到了之后再去打掉刀口。操作方法全部都是一样的转速是2万到25000转，前置处理微潮状态下，每一个打磨操作角度都是一样的。注意左拐点的打磨是先把刀口找出来往外扩到甲廓外面之后再去把它打掉，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大拇脚趾的操作。因为前面的刀口剪得非常的精准，所以在这步打磨的时候，我们的刀口就非常好找，就是轻轻一蹭，它蹭出来就是一个短的毛边。可能你在这个镜头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就是咱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如果说你的毛边一找得很长，你会发现那个毛边是很难打掉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刚刚剪的这个就是刚刚好，剪的是贴着我们的安全线去剪的，那么你的刀口在打磨的过程中，它就是一条非常微小的毛边，顺着这个毛边，只要把它找出来了之后，我们再去把它打掉，就非常好打了。前置处理微潮的状态下，我们把毛边找出来之后，把毛边这个棱给打掉，这样的话前置处理就基本上就做干净了。要想让整个甲廓的串联的空间线比较好，那么甲沟后甲廓与拐点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找清楚。所以每次我们换打磨头的话，一定要让甲沟两侧都串联起来。那么这一遍可以走一下左右两边，让我们的甲沟看起来的空间感更明显，与甲廓拐点的串联看起来更加明显。再去找一下甲廓上方有没有刚刚离流的一些小碎皮这样子我们左右两边基本上就是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和抛光的状态了。接着拿羊角刷清理一下粉尘，然后我们用酒精95度酒精去喷在我们的皮肤上面。这一步可以做到非常彻底的清洁小刷子是软毛刷，可以在借助于酒精的清洁的情况下，让我们带走甲廓上面的水分，还可以使甲沟深处的一些碎边，就是打磨下来的碎屑，得到非常好的清理干净的效果。那么这个效果呢，就是做完额式前置处理的足部效果，甲廓两边拐点都非常干净，并且串联的空间线依旧非常清晰。好的，看到这里了，那你有没有觉得一定要把足部的前置处理做好？足部的项目一旦你做好了，粘性会非常强。你跟周围店的差异可以从足部项目开始。那么整个前置处理操作，我们一共用了3个打磨头。时间上面来讲的话，这套组合是更加适合快速前置处理操作的一个操作标准。那么我们来给甲部做一个刻模，然后给它上一个极致单色的建构。先做一个调色，我们这次用到了婴儿粉和玫瑰粉2个1:1的调色方案，然后这个颜色做出来的话非常的温柔。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效果。彩色建构底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不同的调色，那么比例的话按照1:1的排比就可以了。想要透色的话，可以增加一些透色的3合1建构底胶，也是可以增加我们的透润度的。对于本甲，不论是手指还是脚趾，彩色建构底胶都可以一步到位的帮你做到极致单色，可以更大限度的节省时间。夏天时候呢，穿凉鞋在大脚趾的外侧可能会有这样的老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硬茧如何去给客人做极致的处理。那可能有同学会问大脚趾外侧这个老茧，我们有没有必要给客人去做那么精细的处理？首先呢，就是一个是你的收费和你的价位是否匹配当然了，如果说你是做高端的，然后你想要做差异化的，跟周围的店铺有所差异和对比的，那么脚趾外侧的老茧的处理会给客人一个非常直观的细节感受和服务的非常好的感受。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是，如果做脚的话，一起给它做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部老茧的去除方法。首先呢，它的质地是相对来说比较硬的，老茧我们用金刚砂的打磨头是打不掉的，我们是要用专用的老茧去除的旋风打磨头，给它把偏硬的部分给它去掉。硬的死皮一定要用带齿轮的，所以我们用旋风硬茧打磨头给它整个外部进行打薄处理。打磨的时候注意不要往下压，任何一个打磨头都不可以往下压。那么像这种带齿轮的打磨头，我们也是开高转速，转速呢是2万转左右。
轻轻蹭，一层一层的把这个硬茧一层一层的削掉、削薄。主要呢是找这个棱的所在方向，就是看这个肌肤纹理，我们去找它有阻力的方向进行打磨，顺着打不太好打，所以哪个方向有阻力，我们就去打哪边。你看，像底下这个位置没有打掉，我们就在底下的位置去找一下有阻力的位置去打磨。当它形成一条棱了之后，再把这个棱从它的端点去把它打掉，整体把它削薄就可以了。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操作技法，就是要保证客人的舒适度，不要让客人感觉发烫。发烫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打磨机转速太高，但是你手速太慢，所以打磨机高转速的时候，我们的手速要同频，也要跟着它一起快起来。在打磨的时候不可以往下压，它是一层一层打薄的。硬茧打薄了之后呢，我们现在用 XC 的黑标的本甲刻磨头去把整个剩余部分的平滑度给它做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说了，老茧它是有高度的，我们前面带齿轮的是需要把它的高度削薄，接下来需要打它的平滑度，而直接用硅胶头去抛光是抛不出平滑度的。就像我们去做玉石雕刻一样，要先用磨砂的，就像这样金刚砂类的打磨头，把它的形状给打磨出来，也就是整体的轮廓打磨出来。形状和平滑度有了之后，我们才能用抛光头去整体的细节处的抛光，那样子最后的抛光状态才能像一个洗好澡的一个非常干净的，然后又很细腻的状态。所以金刚砂 XC 的黑标本甲刻磨头主要的作用是将刚刚的凹凸不平的老茧位置的皮肤跟周围的皮肤达到平面上的平滑之后，咱们才能去做抛光。它的转速呢，因为是前置处理啊，前置处理的转速依然是2万转左右，2万到2万5千转左右。你看手的速度要跟机器的速度是同频的，一定要快速操作才不会出现发烫，不要往下面去按，要轻轻的蹭就可以了。那么老茧的位置打磨成这样子的平滑状态了之后，我们给它进行抛光啊。足部呢，因为它的皮肤面积比较大，我们的抛光头选大号的黑标硅胶头去进行抛光。抛光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用到前置处理液。前置处理液均匀的涂在皮肤上，让它先浸润，然后微潮的状态下，我们再开机12000到15000进行去抛光。那么前置处理液是只有用在刀口打磨或者是抛光的时候才会去用，不要在开边之前去用。你把硬的死皮变弹性了，就不好磨了，它也打不掉了。如果你觉得大面积用手去涂完之后，前置处理液吸收比较慢，你也可以像前面这样用打磨头开机，然后均匀的把前置处理液带到整个操作面上，打磨几次之后，它会变得微潮，这个时候我们的排血力就出现了。好，当没有阻力的时候，我们再次增加前置处理液，然后打磨头把它带均匀，带到微潮状态下，然后微潮了之后，它就产生排血力了。看，现在就有排血力了，对不对？整个起砂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然后脚趾的前端、两侧脚趾都可以进行抛光和打磨，这样的话做完之后，整个脚趾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干净，就像洗了澡磨了皮一样的效果。还是前面我们说的，要不要做这步细节的抛光和这个处理，是取决于你自己的收费以及你的定位和你想要服务的周到程度。那么你的细节做得越好，你的客户的粘性也就越好，它是会有对比的。如果在你这边做完了之后，像洗了澡一样的足部的效果，而且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它的皮肤是一个很嫩的状态的话，你觉得它会不会经常在你这边消费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前后对比效果吧。明年的夏天，你是否能够依靠足部单项的项目，成为你那边3公里美甲店之内的 No.1 呢？好的，今天的足部前置处理操作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有任何问题可以到技术群里面给老师提问。那么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拜拜。